都率宫后院。树下的玄都大法师强打着精神，看着面前云镜上同步呈现的2幅画面。左侧是灵娥在海底快速穿梭，右侧是李长寿与白泽在水潭旁正伏案写着什么。大法师全程监督，自然是知道的。自家小师弟与白泽这半年不断商议，做了一个雄关镇妖魔的计划。计划内容颇为复杂，要分几步才能够落实到位，需要利用人族气运、人皇功德、天庭天规，让中神州仙门无法再操控南州俗世的凡俗势力。长庚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都怎么冒出来的？大法师对着云镜自言自语，随后哑然失笑。他抬指轻弹，云镜之中画面一转，右侧的画面换作了一处荒岛。荒岛上几名年轻男女被困缚在石柱上，有秦玄雅赫然在其中。有秦玄雅的双手被纤绳捆绑，高举过头，吊在半空。他身上的气息十分微弱，但是会时不时地朝着周遭看一眼，所表现出的境界也只是真仙境中期。荒岛的海水中潜藏着道道黑影，妖气与仙力混杂，仿佛在等待人来营救。大法师淡定的一笑，又振起些许精神，等着好戏登台。半日之后，灵娥一刻不停抵达了附近的海域。他先是锁定了有秦悬崖所在的荒岛，躲在数百里之外不敢靠前，化身一条游鱼，混在鱼群之中，仔细思索着对策。有秦师姐是在配合师兄演戏？定然是了。有秦师姐在门内备受关注，不可能被捉了之后门内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灵娥的仙识看着有秦悬崖此时有些破损的衣裙，小眉头轻轻皱着。在俗世混了半年的娥，啥场面没见过？就凭有秦师姐的姿色，怎么可能被捉住后还如此安生？世上坏人多的是呢。重点是这里离着东海水晶宫不过万里，假如出什么变故，龙族高手定能及时赶来，完全符合师兄的性子。师兄搭的这个戏台子未免有些太过粗糙啦。灵娥斟酌一二，心底已经是有了主意，在荒岛周围细细的侦查，摸清楚强敌的底细。因为师兄没有给自己限定时刻，灵娥也不着急出手，想给这一次试炼一份满意的答卷。于是1日后，灵娥用声东击西之计，先用一只指道人假装偶然路过，在空中飘飘悠悠飞过荒岛附近，引起对方的关注，自身则施展水遁，在海底绕了半圈，抵达荒岛边缘。此地竟然毫无禁制，也让灵娥暗中一笑。但是随之灵娥的道心泛起了浓浓的警惕，自身躲藏在石缝之中一动不动，以防自己遭了师兄的算计。静待半个时辰，他悄悄施展土遁，摸到了有秦悬崖附近，前方的礁石却是无比的坚固，土遁竟然无法穿透。小范围的逆五行大阵，布阵不花灵石的吗？试炼意思意思不就好了吗？哎呦喂！灵娥的心底吐槽了几句，静静观察了一阵，身形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少顷，一只小蝴蝶扇着翅膀落在了有秦悬崖后背，借着她的长发遮掩自身。灵娥沙哑着嗓音传声呼喊：有秦仙子，有秦仙子！谁？贫道名家，与尊师相熟，今日路过此地，竟见仙子被困，特来搭救。稍后我为仙子解开仙绳，仙子向左前方冲出30丈，贫道就可带你用遁法离开此地。多谢前辈。小事小事。灵娥化作的蝴蝶轻轻忽闪了2下翅膀，那根仙绳自行解开。有秦悬崖高举的双手垂落，但自身仙力太过微弱且运转不畅，
立刻向前软倒，竟然直接匍匐在了地上。哎呀我去，好真实的演技啊！灵娥化作的小蝴蝶着实是惊了一下，立刻用一层仙力包裹在有情悬崖身上。正此时，雷鸣声中，荒岛周遭的海面炸起了道道水柱，数十道黑影冲天而起，手中提着闪耀着寒光的兵刃，已经有10数道流光对着有情悬崖砸来。灵娥一急，立刻就要强行带着有情悬崖飞天而起，但灵娥还没有做动作，有情悬崖的身子突然就涌出了道道金光，一束金色光柱连天接海。金光中，有情悬崖张开双臂，身形迅速飘起，闭目昂首，长发在背后飘舞，绝美的面容竟然是如此的圣洁。好，停！侧旁传来一声呼喊，那一道金光缓缓消散，而那些原本气势汹汹扑来的黑影，此刻也是直直落在各处，各自闭上双眼。纸道人？灵娥化作的小蝴蝶完全被阴影吞没，她有点懵懵然，许久回不过神来。这是什么情况？一直到有情悬崖呼了一口气，而李长寿的一句金仙境纸道人自远处飞来，手中端着一只流影球。这次不错，一次就过了。有情悬崖闻言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眸子中满是光亮，小声问：师兄，下一条去哪？啊，不急，先休息几天。贾明道人还不现身？有情悬崖看向身后，那只蝴蝶伴着道道仙光，化作了灵娥的身形，面容和自身道韵依然带着一层伪装。灵娥眨眨眼：师兄，第2条试炼就是这个吗？不错，你这一次的表现啊，完全不及格，稳字经6000遍，回山之后自己补上。怎么会？我不服，人家完成就有情师姐的任务了。你见过石头荒岛上有蝴蝶的吗？李长寿的化身大眼一瞪，大手对着周围点了一圈，骂道：这里有1根稻草我就算你过关。这个……灵娥顿时委委屈屈的，有情悬崖也没能绷住清冷的面容，拉着灵娥掩口轻笑：师兄，你们弄这个做什么呀？灵娥有些纳闷。传声说，我会将流影球中的画面在洪荒范围内广为流传，让你有情师姐名扬四海，吸引更多贤才与正义之士加入天庭。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感觉好厉害。那师兄，我第3条试炼要去的武装观是什么地方？早点做完，我也好早点回山。这才是你这一次下山真正的试炼。那里是一位高人的道场，你需要自行打探此地之所在，寻到此地，见到观中的主人。师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这地方在哪？还想再加6000遍？要不师兄你直接判我输了吧，我回山抄经文也是可以的。那就翻10倍。打扰了，我去找武装观。斗帅宫后院那一棵大树下，玄都大法师听着太极图中传出的对话，嘴角一直挂着遗夫般的微笑。长寿当年的3星拱月，若是都能结成姻缘就热闹了。大法师突然眉头一皱，太极图轻轻震颤，心底泛起了少许明悟。怎么在这个时候闹事？这些家伙也察觉到洪荒将有大劫降临。伴着几声嘀咕，大法师的身影在原地消失不见。少顷，一道流光宛若穿透乾坤，急速消失在天边。玄都城有变，100年或可还。大法师去了玄都城了，100年才可回返。接到小银送来的水神府玉符，李长寿几乎瞬间道心紧张度增加了3分，整个人都泛起了一丝焦虑。大法师在这个节骨眼儿去了玄都城，人较少了常规最强战力的支撑，李长寿肩上的压力骤然增大。小银来水神府传信，应是老君授意，
言下之意，大法师不在五部洲的这一段时间，人教之事要由他这个小法师扛起来。而李长寿对陆压下手，或是遇到什么危急情形，都无法将大法师列为可用战力。黑池峰的水潭旁，李长寿起身来回踱步。他想要叫停灵娥的试炼，但看水潭画面中灵娥那带着几分期待和认真的小脸又有些犹豫。水神这是怎么了？白泽端着茶杯在旁边问道。可是在担心什么？大法师去了玄都城中，那里似乎有些麻烦。李长寿坐回刚才的座位，端起自己闲来无事炼制的白色茶缸，闻着枸杞的清香，祭奠着上辈子最后阶段的生活。肾这一块他上辈子就有好好保养。顺便，李长寿暗中观察着白泽的表情和眼神的细微变化。若是白泽在意大法师对他自身的威胁，那就说明白泽心尚未定。而这时白泽的话语思维应是分析大法师走后己方势力会承受多大的额外压力。若白泽已心定人教，此时大概率会问一句：玄都城那边的域外天魔有这么强啊？竟需大法师亲自镇守。白泽掐指推算，又摇了摇头。那里已是天道边缘，天道之力太微弱，也无法算出什么。李长寿笑了笑，放下茶缸。我也没有去过，不知玄都城是哪般情形，但应该是存在能够威胁到洪荒的强者吧。盘古神开天辟地时，斩杀3000先天神魔，这其中的漏网之鱼，想来也颇为棘手。放心，先天神魔终究是无法成圣的。白泽含笑说着。混沌海中，道灵混杂，大道不全，修行想要圆满极为困难。李长寿缓缓点头。现在开始，大法师不在，灵娥这边是真正的失联了。白泽的额头挂了几道黑线，嘀咕道：水神是否对试炼2字有什么误会？李长寿目光扫过，白泽的嘴角抽动了几下。突然失去了顶尖大能的庇护，灵娥的处境果然很危险呐。白先生觉得我是否应该让灵娥暂时回山？大可不必。所谓历练，就是要去经历，去体会，让道心趋于圆满。水神对灵娥有些保护过度了，灵娥的聪慧，水神此时做的保障，其实已能万无一失。水神莫忘了，灵娥还有金仙劫这一遭，此时适当的承受风险，便能为金仙劫减少一分凶险。两者相较，当取其善。善。李长寿点点头，其实心底也知道这些道理，此时不过是借白泽之口说服自己罢了。当下又暗中调度指导人，在原本指导人仙斗兵军团的基础之上，多派了2名金仙境指导人，外加2套天罡地煞灵报阵过去。他又叮嘱道：白先生，若是灵娥有什么凶兆，还请及时告诉我一声。水神放心，水神放心啊！白泽连声答应，自然知道水神并非玩笑。水潭所显，此时灵娥已经是进入了东胜神州一处较为繁华的防镇。他不敢直接去打听武装观在何处，先在防镇之中住了下来，开始暗中搜集武装观的讯息。一个普通的人教道成天仙境炼气士，想要寻到武装观且见到镇元大仙，实非易事。虽然危险系数小，但是难度却是颇大。大法师突然外出，李长寿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原本已经快要完成的玄雅战绩计划也被他暂时喊停，让有情玄雅暂在山门休整，第9支短片稍后再选地拍摄。说起有心玄雅，李长寿这2年对他也是越发钦佩。从一直摆着清冷面容，凡事不善去表达的假冰山，到今日演技越发精湛，此前都顺利地骗过了灵娥，未来可期，可堪大用啊！
而有秦玄雅到此时已经是完全明白了，他正在配合李长寿在做些什么。超级天兵计划，成为天庭天兵代言人，在洪荒五部洲与3000世界中宣传天庭。李长寿能够感觉出有秦玄雅的心态变化，他从最开始有些抗拒，到渐渐的接受，再到相信这是为天地稳定、为天地正道做自己的一份贡献，也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其中。但是李长寿不知的是，那个黄昏时，他站在小琼峰湖边所说的话语，被有秦玄雅奉为了金玉良言。玄雅，想要成为许多人的榜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严以待己，需无时无刻顾念自身形象，心怀正义，行侠仗义。这件事最少要持续300-500年，你终究是要拿出一份觉悟才行。那日，有秦玄雅站在湖边想了良久，一直到星夜漫天，才用生平最笃定的口吻做下了自己的许诺。长寿师兄，玄雅会竭尽全力做好此事。他话语中已非帮师兄做好事，让李长寿颇感欣慰。自2年前开机，一直到近日有灵娥参与的荒岛脱险，有秦玄雅得了许多意外收获。这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见到了李长寿的多面。他那天马行空的想法，精妙绝伦的设计，匪夷所思的操作，取之不竭的奇思妙想，让有秦玄雅当真是目不暇接。原本有些单一且固化的长寿师兄，在他心底迅速的丰满且充实。于是刚得了李长寿的传声提醒，有秦玄雅就忍不住飞出洞府，朝着黑池峰赶来。这几年，有秦玄雅经常会来黑池峰上磨砺演技，学习一些飒的姿势。